炼金术呢是中世纪的一种化学哲学思想的始祖，是当代化学的雏形。其目标呢是通过化学的方法将一些基本的金属转变为黄金，制造万灵药以及长生不老。现在的科学表明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但是直到19世纪之前呢，炼金术尚未被科学的证据所否定。包括艾萨克·牛顿在内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都曾经进行过炼金术的尝试。炼金术一词是源自阿拉伯语其意为源自黑之土地，是指着尼罗河三角洲的黑色土壤。因此呢，炼金术又名为黑之记忆，就是呼应着炼金术士们常常处在黑暗的空间里隐秘修行。而炼金术的时代大约落在公元前5000年到350年之间，所以希腊的作家他们都知道将其普通的金属质变为金和银的秘密。炼金术最早是在公元4世纪拜占庭而形成的，并流传至亚历山大和古希腊，建立了早期和中世纪的炼金术的构架，曾存在于古希腊、波斯、印度、中国、日本、古希腊和罗马，然后在欧洲存在直到19世纪。在3辈伟大的赫尔密斯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炼金术士的创始人，因为他的作品就完整的记录了炼金术的所有的奥秘。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炼金术的故事。早期的炼金术者呢，生活的时代是公元1世纪到5世纪西方的炼金术认为金属都是活的有机体，逐渐的就发展成十全十美的黄金。这种发展可以促进或者是用人工仿造，所以采取的手段是把黄金的形式或者是灵魂隔离出来，使其转入常见的金属，这样常见的金属就会具有黄金的形式和特征，而金属的灵魂或形式就被看作是一种灵气，主要是表现在金属的颜色上。因此常见的金属的表面镀上金银就被当作是炼金术者所促成的转化。炼金术者所采用的一个相当普遍的方法就是把4种常见的金属铜、锡、铅、铁融合，获得一种类似于合金的物质，然后这种合金的表面变白呢，这样就赐给它一种银的灵气或者是形式。接着再给它加入一点点金子作为种子呢，或者是发酵剂，使全部变为合成的合金，最后就成为黄金。最后再加一道手续呢，就是把表面的一层常见的腐蚀克掉，留下一个黄金的表面，用硫磺水再把合金泡过，使它看上去就有点像青铜那样，这样他们以为就转变完成了。另一种为早期炼金术士加以广泛流传的思想是一种更原始的观念，他们认为金属是两面性生殖的产物，金属本身有雌雄之分。那么许多年来，科学家和其他无知的人对于质变嗤之以鼻。但随着上个世纪的核聚变的发现呢，科学家终于能够将微量的汞通过碰撞而质变为金。最近更有一些科学家声称呢，成功的制造了黄金，而且还利用各种核技术，包括冷融合，成功的质变了许多其他的元素，比如钙、铜、锌、铁。虽然这些持续在进行的实验的确有趣，但也会使我们远离目前的目标，即发现炼金术的神圣的钥匙，打开神圣智慧的大门，而不是物质的大门。因为古代的炼金术士都有一种理论，认为所有的物质的产生都源自相同的源头，且各种形式的物质都有相同永恒的精神原则。身体或外部的形式都只是短暂的，一个外部的形式将被另一个取代。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这与普通的科学的观点非常的相似，只是科学仍然否认精神的存在，而宁愿钻进物质的泥土里，寻找更加难以琢磨和脆弱的基本粒子，比如神秘的希格斯玻色子，或者是所谓的上帝粒子。诚然，最盲目的人是那些自己不愿意看见的人。炼金术士们认为每种金属都会受到其中一个行星的影响，他们用占星术的符号来称呼它们，比如说太阳代表金，月亮代表银，水星代表汞，金星代表铜，火星代表铁，木星代表锡，土星代表铅。由于这个原因呢，许多的炼金术士在进行重要的实验之前都非常的注重关注这个占星的条件。他们这样的做法是真的正确的吗？这一点呢，已经被现代的科学家所证实现代的科学家发现月球和银之间的秘密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银的金属在每个月都会随着月相而变化，所以可见当时的炼金术士他们的技术呢是有迹可循的。炼金术士认为原始机制在本质上是双重特性，是干热和湿热的结合，而空气呢是被火凝结的水，能够产生一种普通的溶解剂。所以炼金术士的初学者必须谨记在心，千万别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些术语，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炼金术士的术语存在着很大的混乱。另外，炼金术士的初学者对于金属是如何在地底深处生长，必须有全面的了解。这些金属都是由雌雄硫和雌性的汞产生的，而炼金术的关键就是获得它们的种子。质变的物理理论是基于金属合成的性质，以及假定存在一种机制，以此机制作为物质时能够提升它，并完美的使用它。托马斯·沃恩和其他的炼金术士将此机制称为光，因此人们认为所有的金属的元素都是相似的，只有在纯度和比例上不同而已。金属的王国的整体趋势是往变成黄金的方向发展，而普通的金属只是在不利的环境下产生的偶然的结果。所以贤者之石是雄性和雌性种子的结合，它孕育了黄金。但这些东西的构成被复杂的象征主义者掩盖，以至于除了受过训练的开悟者之外，其他人不可能识别它们。尽管如此，质变的过程中相当简单，关键就在于制造能够产生巨大热量的溶解剂，而制造这种溶解剂所需要的3种成分在自然界中也非常的普遍。令人惊讶的是，现代科学从未发现它们。这也许正是好事，因为如果这个秘密落入不择手段的人的手中大量的制造黄金会造成一场世界性的灾难。世界上的金融大国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因此从世界各地的控制黄金的销售，并定制严格的法律来控制。即使一个人发现了这个秘密，用炼金术产生了很多的黄金要把任何可观的数量在市面上流通也是非常困难的。有个叫约翰·迪伊的博士是个货真价实的文艺复兴之士，在数学、炼金、制图、解密、占星以及哲学等领域有着相当的名气。他的图书馆在当时算是英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内藏将近4000份稀有的文献及手抄本，其炼金实验室足以媲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实验室。在他15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剑桥大学就读，他开始为一项为期5年的生活规划。在这段时间，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使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赫密士哲学、炼金术。他说，在自己就读剑桥大学之时迪伊就提到了，我当时对于学习的决心非常的热切，所以在那些年严格遵守之下，安排且不容违背。一天当中只睡4个小时，用于会面和饮食我只有2个小时，剩下的18个小时都在用于自己的研究和学习。所以迪伊逐渐长大成人传记作家约翰·奥布里在其著作《浮光人生》里面就描述了迪伊的相貌。他说他相貌相当的美好，轮廓清晰，且肤色浑润，留有奶白色的长须身材高瘦，是个非常英俊的男人。穿的衣物像是艺术家的工作罩衫，有垂坠的衣袖以及长条的开口，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迪伊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密友，女王还批准他可以修习炼金术以及制造黄金。为了报答女王的恩情据说他操控元素，并朝西班牙舰队施展过魔法，引来了恶劣的天气使得侵略者行动告吹。绝大多数的炼金术士都在寻求声称能够将基底金属转换成金的贤者之石。然而迪伊除了视之为实体事物之外，也认为它是一种哲理。他说，贤者之石就是藏在生命进化之后的力量，是宇宙的结合力量，将心智与灵魂结合成最高层次的个人的整体。而在3重伟大的赫密斯的黄金论述中对这块神秘的石头描述如下，说它在金属的洞穴里隐藏着可敬的石头，色彩绚丽，心灵崇高，是一片开阔的海洋。尤多索的6把钥匙也告诉了我们，这块石头有一种明亮的光泽，它包含着一种崇高的原始精神，它是智者之海。那么这几句话是来自于2本炼金术士的最佳著作，总结了贤者之石是什么，以及它在哪里可以找到它。意思就是说，很多的吹牛者也无法发现这个秘密，而那些做好准备的人无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找到它。这就是炼金术士研究的法则。传说中炼金术士能够通过贤者之石溶于酒精，从贤者之石中制备生命灵丹，而这种灵丹可以恢复花朵的青春，可以确保健康长寿，但它不会无限期的延长生命。这是小说家们的胡思乱想。也许帕拉塞尔苏斯就说贤者之石净化了整个身体，通过引入新的和年轻的力量，清洗所有的杂质，并与人的本性相结合。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凡人的身体免于一死，但有一样东西可以延缓衰老，恢复青春，并延长人的寿命。在帕拉塞尔苏斯的《贤者的药酒》一书当中他就告诉我们应该将狮子玫瑰色的血液与鹰的肤质混合起来。那么这里它指的是另一种制备贤者之石的方式，它是透过奥秘的方式制备，而不是前面所提到客观或物质的方式。狮子的血和鹰的肤质是暗指硫磺和汞，并且需要以哲学或奥秘的方式使用它们，它就相当于化学的一种结合的隐藏含义。
帕拉塞尔苏斯对这种东西的描述如下，他说它是真理的精神，如果没有圣灵介入或者是了解它的人指导，那么这个世界是无法被理解的。它具有神秘的性质、奇妙的力量以及无穷的能力，它存在于每一个事物、每一个地方，而且是任何时候。它的作用存在于所有的元素、所有的事物内在的品质，甚至是在最完美之中，将所有的金属的质变为黄金，而天底下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与之相比啊！这是开悟者最大的秘密。那些知道它并且能够向自己展示它的人，拥有所有的知识、自由、理解、怜悯和所有的爱。所以贤者之石呢，就是指一个人的精神提升吗？难道？而炼金术士啊，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神秘哲学，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实验和物理科学，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化学家呢就称这个炼金术士为傻瓜，因为他们使用没人理解的神秘语言，而炼金术士就嘲笑化学家是唯物主义者。所以炼金术士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首先就是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来四元素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由风土水火四种元素而组成的物质，含有的元素的比例不同，所有组成的物质就不同。后来流行过一段时间的三元素说来解释固体，就是硫、汞、盐，不同的成分的比例给物质带来不同的性质。而炼金术士们相信初始的物质是真实的物质，而且能够从物质淬炼出来成为可见的实体，他们甚至把它列为人体实验所需要的原料之一。而用来操纵它的初始工具呢，就是炼金术与初始物质建立的灵性连结。他们的意识在这个连结之中啊，与初始物质产生共鸣并改变它。静心冥想、祈祷与仪式呢，都是炼金术士与魔术师在追寻的初始物质的时候会用到的工具。而炼金术士认为金属呢是在地底自然成熟的，逐渐的像铅之类的基底金属慢慢的转变，最后诸如银、金之类的贵金属。所以借由使用负责该过程的初始物质啊，既可以加速这个过程。而在金属的操作的过程中，所有的使用初始物质的，那就是汞。汞之所以被视为重金属的初始物质啊，是因为它具有硫化其他金属并予以平衡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一部分现代化学的影子了。然而那个时候压根没有什么学术专利啊，所以炼金术士们很多都会编一些谜语来隐藏自己真正研究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研究了将近10个世纪啊，却没有基本的研究出什么正经东西。因为两个人讲的同一个词，可能意思就不一样。当时的炼金术士们也不愿意进行学术交流，基本上都是闭门造车。这个状态啊，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才真正的有所改善。炼金术士呢，在我国古代呢，又称为黄白术。炼丹家认为啊，物质是可以变化的，加以人工锻炼可以缩短年代，加速变化。汉武帝时期的方士李少君啊，就称能以丹砂制作黄金。淮南王刘安的方士呢，则自称啊，以汞制作金和银。而王莽据说留下了60多万斤黄金啊，应该是一种合金。所以传说道士左慈也能够炼金。而丹家所造的金银呢，大多都是汞化物，就是水银氧化之后啊，有红黄二色嘛，黄色的就被称为是金。所以后世的丹家就认为水银在炼金中是最关键的，汞呢可以加铅就可以变金。唐宋时代啊，伪金和伪银很多都是用铜、铁、锡合成的。所以北宋的时候，《宝藏论》里面有记载，有伪金5种，伪银13种。而炼金术其引用许多道家理念，有许多提及养生和修行的理论。相较于西方的炼金术，我国的炼丹术更为关注如何达至长生不死。所以秦始皇在讨平6国之后，曾派方士徐福到海上求仙人，得长生不死之药。之前宇哥也讲过。而汉武帝本人呢，亦热衷于寻求神仙和长生术。在东汉时期，炼丹术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当时的术士辈出比如魏伯阳，他写了书《周易参同契》，以阐明长生不死。到了唐代呢，炼丹术士和道士结合，而进入了全盛时期。这时候的炼丹术士孙思邈著作《丹房诀要》，这些炼丹术著有颇多的化学知识根据统计呢，共有化学元素60多种，还有许多的化学变化的记载。只是大部分所谓的仙丹呢，仍然是用重金属如铅和汞炼制而成的。所以人若服用不仅无法长生不死，更有可能中毒加速死亡。所以炼丹术有2大信条之一一是相信其他的金属可以转化为黄金，第二呢，就是相信服食金丹可以成仙。可见当时是多么的封建迷信在公元前2世纪的淮南子就提到了为神丹继承，不但长生又可做黄金。他也提到了金丹和长生不死的关系但是神丹呢，依然是没有制成。现代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荣格就认为古代的炼金术士实际上是一种以自己的心灵发展为参照，对自然界现象的投射行为。
其实炼金术士的真正的法则啊，是对于那些依旧渴望着个人荣誉或者是私利的人来说，必须是封禁起来的一本书。然而对于走在光明道路上的人来说，炼金术呢，是我们将小我的金属啊转变为高我的金子的一个过程，这才是真正的贤者之石和不朽的灵丹妙药嘛。所以大家觉得呢？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以上呢，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啊，因为有部分未经证实的内容，大家不要太当真哦。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别忘了宇哥与小唐的视频是每3天更新一期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